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四高轻钢讲堂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会以视频的形式，从零开始为大家讲解轻钢结构房屋的整体建造过程和施工方法。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轻钢房屋构件的生产与拼装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准备到的工具有组装支架、拉铆钉枪、电动螺丝刀、扳手、工具包、手套。我们用来生产轻钢杆件的是新西兰 SCOUT-STYLE 智能数控 C 型和帽型冷弯成型设备。我们用到的生产材料是 G550AZ150， 也就是屈服强度550兆帕，每平方米双面镀铝锌含量为150克的高品质钢带。前期通过 SCOUT-STYLE 平台独有的轻钢设计软件，对方案进行结构设计优化，最终转化为生产文件。连接设备的电脑通过对生产文件读取和检查后，就可以开始进行轻钢杆件的生产加工了。钢带通过开卷机送入设备后，经过滚压、成型、冲剪、打孔、编码，最终设备的打印机模块会对成型的杆件进行自动编码，用于接下来的拼装。在拼装图纸上，我们需要识别杆件的开口方向、编号的对应位置和钉孔的位置。图中的数字代表杆件的编码。无论是 C 型还是帽型杆件，图中黑色线段的方向对应杆件的开口方向。C 型板式构件是通过拉铆钉的方式连接，对于传统螺钉连接，拉铆钉的连接更精准、更快速、更稳定。同时，拉铆钉枪也可以进行反向打钉，省去了将轻钢结构翻面的操作。当然，这样的连接对设备打孔的精准度要求也是比较高的。特殊的位置根据结构需求会需要连接双拉铆钉。为了更高的生产效率，我们采用边生产边拼装的工作模式。在设备生产杆件的同时，另一组工作人员就开始进行拼装。专业的拼装支架使拼装过程更灵活、更简单、更高效。相对于 C 型构件，帽型构件是通过螺栓连接。所有的螺栓连接和帽型截面组成的行架构件拥有更强的结构性能，大大提高了构件的跨度。进行连接时，用电动螺丝刀进行一端的扭紧，另一端需要扳手的配合固定。根据结构需要，当在拼装图纸中标有绿色圆圈时，表示此处连接螺栓时需要增加电圈。当拼装图纸中标有红色圆圈，并且圈内的数字为2时，需要我们在含电圈螺栓的两端分别固定一颗十字圆头自贡钉。当圈内的数字为4时，分别在含有电圈的螺栓附近固定2颗十字圆头自贡钉。对于洞口过梁处，根据设计图纸要求，我们需要在过梁横架处附加钢板。这里我们用到的钢板规格是 0.75×242毫米。连接固定时，我们用圆头十字自贡钉以150毫米间距固定钢板。根据结构需求，墙体鼓柱大孔处需要安装加强连接件。这里我们用到的是140×180毫米的方形圆孔钢板连接件。连接时四角分别固定自贡钉即可。